我在等一件事情，就是政府会松绑的，没有经历过可能不知道，就是贷款的规则一直加一直加，它不是永远都这样，它会解放的哦。解放通常会依赖一些很重要的数据或事件哦，比方说游行啊、丢鸡蛋啊，就是房仲业都活不下去了，怎么样去丢鸡蛋或是干嘛？好，那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松绑哦，就造成松绑。松绑的意思是说，现在不是让你第二屋只能贷50%哦，那松绑的意思不是说第二屋突然可以贷70%，然后大张旗鼓开记者会，不会这样，而是说可能就会允许推出一些组合的产品的贷款，然后搞一搞，让你可以贷到70%，这个就是我说的解放，等这个东西就好了。而且我想，说不定很快哦，最晚在2027年年中应该就会出来了哦。解放的一些变化球的做法，反正我的手感就是增贷风险曝光，政府要严查金流了。那这样操作的话最安全。先说结论，增贷的钱可以用在哪里哦？那我建议你直接去问清楚你的房贷专员。他一定会跟你讲，因为你乱搞爆掉，他要写报告哦，所以你直接去问他哦，这样你最不会出事。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次影片聊了2025的租赁相关法条的变化，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增贷可以用在哪里？增贷是什么？我们前一支影片已经讲过了。那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就去看右上角。那今天来聊一个会员问我问题哦，就是增贷的钱到底能不能拿去做装潢？这是这样哦，就是买一间房子3-5年了，你再重新建价可以做增贷了，有漏了，因为装潢一次就是100-200万的事嘛，所以他会想要增贷出来，然后用这个增贷的钱去做装潢哦，这个是很正常的需求哦。好，来先说结论，现在叫做不一定，因为各家银行的认列现在不一样。像我所知道的8大长老，就是8大官股银行啦，台银、土地、合库的这种，它作风比较保守，应该不会希望你是用增贷来做装潢。那一些比较大型的私人银行，哪几间我不讲了，就是这种不缺业绩很大间的，那他们有些是可以接受，有些又不能哦。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没有标准答案，而且是不同的时期，同一间银行会有不同的做法哦。所以这个问题哦，你也不用再来私讯问我了，你就直接问你当初的房贷专员就对了。你不知道你房贷专员是谁没关系，你就打去你当初对保的银行，就说我是你们房贷客户，我房贷的问题要问，请帮我转接，这样都可以。好，那他一定会很认真的跟你讲，因为到时候你增贷出去，然后你那个钱的用途有问题哦，搞到他自己都要写报告，然后他的主管也会有事情哦，很麻烦的事，所以他一定会耳提面命跟你讲得很清楚。来让大家之后都不会有事，他不是在教你乱搞哦，他只是可以很严肃的说，你这里钱就是怎样。那他当然不能够直接指导你去怎样，但是你听你也知道那个意思。现在就是这样，就是政府明令之下，陆陆续续都要开法，都在严查金流了，所以我们就只能配合会比较好，不然你就爆掉哦。那个爆掉的代价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另外你要知道，政府正在严查金流哦。那今年3月20号的央行理监事会议结束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哦。虽然没有什么第8波信用管制，但我们的杨金龙杨总裁就只是说，现在房市已经降温了，所以不会有第8波的信用管制，但他要严查挂失，他不是讲挂失哦，他是讲周转金哦，周转金。照顾 Podcast 的听众，我来简单讲一下。本行专案精简发现周转金贷款规避本行规定之主要缺失样态，都是中文啊，怎么凑在一起我就看不太懂，然后念也念不太出来哦，反正就是这样。然后他列了3项：第一，周转金贷款用于购屋购地；第二，增贷周转金贷款以偿还原房贷；第三，周转金贷款以支付购屋贷款本息哦。简单来说就是你去做增贷，结果你增贷的钱哦。你又给人家回到房子哦，你去买房子哦，或者你去缴那个房子的房贷，或是你去缴房贷的利息，这些东西都不行哦。反正你只要出来的钱摸回去摸到房子就是不行。这也是为什么有的银行那个装潢可以哦，有的银行装潢不行，因为装潢你说是不是算回到房子？有人觉得是，有人觉得没有差哦，就是这样。这是未来精简哦严查的方向。反正你就记得说，这个增贷贷出来的钱哦。你就是真的去做周转金周转的用途就对了哦，什么买车买股票去出国等等，这都是相当安全的。如果你想要碰跟房子有关的事情，那你还是要再问一下你的房贷专员，会比较稳健哦，会比较理想。你不要说你自己觉得这样应该不会怎样吧，你都是自己想哦。你自己想的话，
很麻烦的，已经有非常多自己想，你看这个什么主要缺失样态，你看了你不觉得很纳闷吗？有人增贷出来之后去还原本的房贷，不是很奇怪吗？假设一间房子1000万，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增值，他给他增贷出200万，然后这1000万是当初贷款来的，这200万放着他慢慢扣那个房贷本利，他等于自己在创造自己的什么宽限期啊？对啊。就这样啊，现在都直接被央行点名。你要被一般银行点名就算了，然后近期我还发现有部分客户在这，然后做一个内部的公告，然后看到他应该是这种风波而已吧？你怎么会搞这件事情搞到央行来直接点名？这表示什么？表示这个东西的数量有点多才会这样子然后再来是周转金贷款以支付购屋贷款的本息，你把 A 房子拿去增贷，然后你去缴 B 房子的本金跟贷款就是缴了 B 房子的房贷，这样就是不行反正就是周转金挂失的钱，你怎样都不能去摸到挂益就对了啦现在看起来政府的严查金流就是在查这个东西，它的名目叫周转金，你就是要拿去周转的你说没有，我去缴我下一间快背不住的房子，那个是我的周转，又回到那都你自己在想，你知道，政府就是不让你去做这件事情。最后你要知道，这样会影响未来房市吗？我先说结论，我觉得还好不会，不太会，因为这本来就是政府规定不能做的事啊只是大家毛起来做啊，就跟那个新青安说只能自住，还不是你看一下现在说第一次抓1000多户，第二次抓2000多户，总共快4000户。对啊，本来就说你去新青安对保的时候要签那个切结书，大家都签了还是有4000多户出租啊就是这个一坨烂账的现象，只是说现在要毛起来查，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叫做房地产是回归正常而已。这些本来就是政府规定不能做，它不是什么新规定现在只是说它会更严格去审查这件事情，就是银行的高装检就对了那像我们稳健长期资产流派的人，我们本来就不会这样。你看我会员影片不是拍一集挂失大法，那我整集都在呼吁说你不要去搞挂失的东西。我也知道那个杠杆再杠杆那个累积房地产的速度会很快，但就是有点走钢索的情况。你看现在央行直接点名说谁在走钢索，有3种人在走钢索，来通通查就是这样那我们这种稳健长期资产流派就做正正当当的事情就好了本来我们就不会把增贷的钱然后再怎样丢到房地产里头，所以这是央行理监事会议来讲，对我来说我是没什么感觉，而且对我们这一票人来说，我们大家都是平安下庄的。现在看起来政府没有要继续深度干预房市的政策，他自己都说不会有第8波，因为他说房地产都降温了嘛，所以我们就可以期待未来房地产的交易会怎样，交易量会回归到正常。也就是说，这是我最看重的我们已经度过寒冬寒冬，你看房地产就是这里好，过着过完年怎么就度过寒冬了？你说房地产寒冬好像也没多寒呢真的是这样就过去了。好，但是你看隔壁的股市尤其是美股，好恐怖真是好恐怖每次都想要找出那个股票里面长期像用自产的方式去买到去投身股市的人，到底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可以看，可以借鉴。妈的，每次一看都是什么股灾，每个月每一季都有各自独特的股灾，好恐怖现在的美股又在那边股灾了，然后呢 Tesla 都腰斩。林老师那个不是要上火星的吗？怎么现在就腰斩了？那地球到底还是出不出得去？我这不太懂。那不是被说什么伟大的企业吗？伟大的企业你还来腰斩到底是怎样？股票我真的是越看越没信心，你知道？现在专家预估科技股暴跌应该要冷个2年我也没有在喷股票市场怎么样，我只要表达说股市的态度就是这样你有暴富的机会，可通常都是被他干掉的机会比较多就这样那买房子真的是报酬比不上股票，真的比不上股票。有那个航海王谁玩得过他，谁报酬率拼得过他？可是买房子就不会有你买到涨幅最凶的房子也不会让你暴富可是它稳健嘛房地产本来就是这样嘛，防御性的资产，你就专注本业，你有资格你就买嘛就这样你存到钱你就买，就只是这样而已。我之前就有讲了，我们要20年的时间资产过亿，股市可能不用那么久你那个运气好的话，你可能进市场的第3年第8个月你就过亿了那问题来了，难度在哪里？难度在你20年后你手上的资产还有没有亿？我觉得股市就是这里恐怖，就是活到终点结算的人真的很少，真的很稀有。可是房地产就是每个人都这样房子就是非常的稳健。像我们这种中产阶级我们就是买房子来膨胀跟保护自己的资产，这样就对了啦。然后你看挂失我们不乱搞，所以各种金流检查、延长激流或者怎样，就跟我们没关系嘛。我们就是稳稳当当的这样子去做，才有办法好好的把资产这样一路留存到60、70岁
你看那个挂式大法挂来挂去的人，这一波我会员都有来密我，就说被银行约谈了，请问要讲什么？我干，我怎么知道？我就没做这个，你还来请教我？就何必嘞？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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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这3月20号央行理监事会议反正你可以看到说杨金龙杨总裁他没有怎样，他没有要房价腰斩暴跌，他没有，他真的没有要这样他要的是什么？就是说不动产的贷款的成数过高，就是银行的钱有一大批都放在那个房地产的放款里面去，他不要这个现象所以现在的确有这个现象叫做什么？你只要不是去办房贷的贷款都很好办都很好办。你要做清创，你要做企业的周转金，随便你很好办就这样。那利率年限都好谈，它本来就没有房贷利率低，本来就没有房贷的年限长，但是现在在办那个企业贷款对比以前来说就好办很多，因为现在政策就是要把钱从房地产那边驱赶出去嘛，去实业那边嘛。对，我观察到的是这样。那所以你看我一直呼吁什么专注本业专注本业。如果你是小老板的话，在现在连那个企业贷款都比较便宜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适当的去扩张你自己的本业。如果你是开摊车餐厅的话，那是不是多开2摊啊？现在的资金环境就是允许你做这样子的事情。那以前是因为你再怎样你房子来的钱比较好
比较便宜、比较长，所以大家都不想去贷那个企业贷款。那现在变成说房子的钱都锁得紧紧的啊，不然你就是挂失，挂失之后出去真的是要去做生意，这样都行。反正你不要再去办纯粹的挂益的房贷。现在我看起来叫做都很好贷都很好贷。信贷的电话什么的都很明显的变多，市场就是这样。杨总裁他没有要房地产暴跌到什么程度，并没有他就是要不动产贷款的占比要降低，只是要讲这个而已。好，那不动产的贷款成数降低，那现在的交易量持续下去，我跟你讲，那个去年跟前年真的是猛爆性的增加，所以导致大家一起要来面对烂摊子，什么72之2。银行限贷风波，贷款要排队，这是大家一起来擦屁股。那现在的交易量有没有下降？有，然后有没有下降到哪里去？也没到哪里去，就是大概回到起涨年前的很普通的交易量。只要维持这个交易量再过半年，这个就 OK 了。那杨总裁想要的看到的结果，就是房地产贷款的占比降低就 OK 了啦，真的。所以再等等吧。那我在等什么？我在等一件事情，就是政府会松绑的。没有经历过可能不知道，就是贷款的规则一直加一直加，它不是永远都这样，它会解放的解放通常会依赖一些很重要的数据或事件比方说游行丢鸡蛋就是房仲业都活不下去了，怎么样去丢鸡蛋或是干嘛？好，那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松绑就造成松绑。松绑的意思是说，现在不是让你第二屋只能贷50%那松绑的意思不是说第二屋突然可以贷70%，然后大张旗鼓开记者会，不会这样，而是说可能就会允许推出一些组合的产品的贷款。然后搞一搞，让你可以贷到70%，这个就是我说的解放，等这个东西就好了。而且我想，说不定很快最晚在2027年年中应该就会出来了解放的一些变化球的做法。反正我的手感就是这样，我看一看我的手感就是这样2027年下半年要干嘛？要选2028总统的筹集，就是呼应那个新青安出来的年份。所以我个人认为，你觉得现在房子很难买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以等那个政策松绑的时候。政策松绑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机构。他一定会先动这边先不讲好了，等他有确定的大动作出来，我再拍影片跟大家说。总之就是你盯着那个机构的动作就知道，现在银行的态度到底是紧还是松。现在不用讲，现在房地产这边一定是紧。那等他稍微松了以后，我告诉你，到时候谁身上有现金谁说了算，就可以去扫房子，可以去干嘛。我个人还是对房地产非常的有信心，就是这样。你叫我去看看美股，你叫我去看看台股，我靠，对啊。我当然是对房地产有信心，就是这样。然后接下来你有钱可以买，你就继续买；你没有钱可以买，那你就存好现金，然后就等不会等太久了。你现在认真工作赚钱，最晚2027应该等得到相关的解放的条约就会跑出来了，应该是这样没错参考看看。